配合睽违3年的 Lamborghini Super Trofeo Asia 2023亚洲挑战赛， Lamborghini Asia Pacific 主办了 Experienza Corsa， 英文叫 Racing Experience 的活动。今天的阵容里面有最新的 Huracan Technica， 有销魂的 5.2 litre V10 自然进气引擎，搭配御用的 Bridgestone Potenza Sport 轮胎，直线稳定性、干地刹车和湿地过弯是 Potenza Sport 的主要强项。再来还有改款版的 Lamborghini Urus， 分为 Urus S 和 Urus Performante， 外观造型跟2018年的 Urus 有些许不同，内饰看起来有点过时，但依旧是充满了浓浓的战斗气息。在试驾活动正式开始之前，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会，这边强调的 Lamborghini 在2022年一共交付了9233辆新车，其中有5367辆是 Urus， 那 Huracan 占3113辆。接着就是2030年的宏图大计，首先2023年开始首款 Hybrid 车型，接着2024年旗下全部 Hybrid 化，到2028年才会推出 Lamborghini 第一款纯电动车。再来就是 Bridgestone Potenza Sport 轮胎的讲解，这边强调了它用了不对称的沟槽设计，还有运动化的胎体和创新的 3D 花纹设计。那这些优点呢，都让这个轮胎在赛道上面能够去有更好的过弯、刹车和直线行驶的表现。最后就是 Instructor Team 指导员的介绍，还有一些关于安全驾驶的说明啊，像要跟前方的车子保持多远的距离等等。拍了将近360支影片之后，我现在终于有机会开到 Lamborghini。我现在在 Sepang Circuit 第一台试驾的 Lamborghini 就是 Lamborghini 这个Lamborghini Huracan Technica 呢，它的定位是介于 Evo Rear-Wheel Drive 跟 STO 之间。Oh my god, it sounds5.2 litre 的 V10 Naturally Aspirated 自然进气引擎。I mean， 它虽然不是我在 Sepang， 虽然不是我在赛道上开过最快的车子，我记得最快是830 PS 的296 GTB， 但它是我在赛道上面开过声音最好听的，像5.2 litre V10 的自然进气引擎的声音。Oh my gosh！ 哇，Technica很轻啊，我觉得。4号牙。今天是一个 Experienza Corsa， 所以我们主要是去 experience 这个车，而不是去 push 到 100% 了。所以我前面有一个 lead car， 我不能离它太远，也不能离它太靠近。我觉得这样也很好了，没有什么压力，我就感受它的 corner。哇 ，man， was fun。哇，其实我昨天才从医院出院罢了，然后我早上在想，哇，我可以不可以哦？因为我身体还没有恢复到100%的状态，就要来超这个 Huracan Technica。它有640 PS 跟560Nm。离卡离我太近了，不能够再踩了吧。虽然扭力并不是说特别的多，不过我觉得就今天这种试驾来讲是相当的好玩了。哇！
然后这个 Huracan Technica 呢，它指定是使用 Bridgestone 的 Potenza Sport 轮胎，然后这个是超高性能的轮胎啊，它有这个3D 的花纹块设计，而且不对称的沟槽啊，让到你在急速过弯的时候呢，这个轮胎能够将车子牢牢的固定在马路上面。哦。Ready go。给我一点距离，可以给我录到200多过后再来。哦。220。Forget about those fake sounds, artificial sounds. 真男人，哇 ！V10 odd firing。它这个7 speed 的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 啊，很快呀，它的那个 shift 的速度，这样车子让我整个人活过来了，懂吗？忘记 out shift。Oh man, I like it。你知道 Lamborghini 啊，是我看过这么多品牌里面哦，它的样子跟它的动力是最成正比了的，真的。现在很多车子设计到很 sporty， 然后不怕咩惊的，但真高照。它真的很快，真的很会走，而且最重要的是 Lamborghini， 你在Swift 你在摆的时候，哇，它完全能够跟从你的这个意志，你的转向，你给多少力，你给多少油，完全是在掌控当中的。而且它的声浪好像是完全是可以预知。它到底处于什么样的 RPM？ 你不会有一种錯覺。歡樂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又係時候還沒有講拜拜，因為我們現在要從 Lamborghini Huracan Technica 再跳到去比較沒有這麼 hardcore 的 Lamborghini Urus S 或者是 Urus Performante。所以今天在這邊大概有2-3圈，這樣子就讓我算是圓夢了啦，可以完成我作為一個 car reviewer。做一個 Malaysia 的 car reviewer， 第一次在 Sepang Circuit 上面駕一輛 Lamborghini， 它還要是一輛剛剛最新推出的採用 Bridgestone Potenza Sport 的 Lamborghini Huracan Technica。I mean， 我像是一個剛出院的人，可是這輛車子讓我完全沒有這個感覺，把所有的病痛都拋諸腦後。OK，so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follow。Let's move on。OK， 現在要開這 Lamborghini Urus S， 那這個 Urus S 呢，就是去年才推出的 Urus Facelift 改款版，它就比一開始的 Urus 增加了16個 PS， 來到666個 PS 和850個 Nm， 0到100 3.5秒。那還有一個比它更快的叫 Urus Performante， 那個就是3.2秒，它比它輕了大概47公斤。因為我現在前面有一輛 lead car， 我只可以跟着它的 speed， 我後面又有一輛車子，所以我有一輛 Urus 啦，所以我等於是 sandwich 被夾着這樣子，要快也不能快。最重要是給我們去 experience 這輛 Urus。跟着它的 line。So， 坦白說，這個 Urus 雖然有666 PS， 可是它不是我駕過最快馬力最大的 SUV。我駕過
动力更高的 SUV， 像这个 DBX 707有707个 PS， 这个 Ferrari Puro Sangue 也是有800个 horsepower 以上，所以讲动力它并不是最 powerful 的 SUV， 不过它确实是就外形上来讲，我觉得它是最像一辆 Super SUV 的啦，它没有太多的豪华感，完全就是战斗气息。我对这辆车子虽然它是一个 Urus 啦，可是我对它是相当的熟悉啊，因为我之前开过 Cayenne Turbo， 我也开过 Bentayga V8， 还有 RSQ8， 所以它们都是相同的引擎、相同的变速箱，相似的、相同的底盘，只是 setup 上面有一点不同。Lamborghini 比 Lamborghini， 从它的方向盘、从它的整个 tuning 就知道，它比较偏向不舒服的那一方。Actually 我现在在讲话，可是我的这个对讲机这边是有人在跟我讲话，所以我有一个 Team Radio 啦 ，OK， 我要听 Team Radio 给指示要讲话，所以很容易分神这样子吧。It's OK， 反正也真的是叫不快了。OK， break。但是也可以理解啦，因为他给我们这个 region 的媒体试驾了之后，他还要给顾客去试驾，所以最重要是能够把这辆车子怎么讲 broke him back in one piece 啦，完整的回来，而不是去 push 它去捞它。所以它2200，它用了很多轻量化的东西，它还是一辆相当重的车子啦，因为在Sepang上面开2000多公斤，我不管你马力多大，它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累赘感，它有很多赘肉啊。OK， 所以这一圈呢就开始可以把速度加快一点点。哇，这个鞭炮声是不绝于耳啊！你很斯文的驾它都好像年30万这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样。很热闹啊，这辆车子好熱鬧啊！好叫吗？我不能加到很快啦，至少不能根据我自己要的速度啦吧。它是一辆可口的车吗？非常可口。哇，那个声浪，哇 ，of course 不够乌拉感来了。Break。3號呀 ，break。OK， 我觉得差不多要结束了，因为我们已经在外面走了不懂多少圈了。Right， 这个是 Urus Performante， 虽然是 Performante， 但是它的 horsepower 还是一样，666 PS 跟850个 Nm， 但是它的0到100呢就加快了0点。因为它减轻了47公斤，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少了这个 air suspension， 它用 steel suspension。然后呢，这辆车子标配了一大堆 carbon fiber 东西，carbon fiber bonnet、carbon fiber 的这个 fenders、carbon fiber 的一些 parts 等等，还有 Akrapovic 的这个排气系统。哇，它比我刚才驾的那个 Urus S 轻盈很多。我快 surprise 啦！虽然它2150公斤，只是比它减轻47公斤，可是这47公斤，哇！我真的不相信它的 horsepower 是一样的。我觉得这辆车至少多30-40个 horsepower 这样子。哇，很快哦！我真的很 surprise 一下啦。而且我觉得比起 air suspension 这个 steel 的 suspension
我觉得赛道上它更加的稳，因为它牺牲掉的是舒适性啊。把在赛道who cares 舒适性。OK，break。它比较怎么讲？它比较硬啊，它比较低啊。讲到低，因为它的这个 riding height，它的这个车身的高度是降低了20个 mm， 而且它的 track width 是加宽了16个 mm， 所以换言之呢，它就是怎么讲？它就是更加的四平八稳。哇，真的很快啊，这辆车。声音好听，车又快，变速箱又很及时。哇，讲到刹车也是一流啊，刹车盘又大，重力加速度，直路 ，everything go。160、170、180、190、200、211 ，OK，slow down。所有的 driving course 你都必须要提早 break 啦，因为你要跟着大队走，不可以掉队。我觉得我今天早上不应该先驾Huracan Technica 再来驾 Urus， 因为 Urus Performante 无论它怎样强、怎样厉害、怎样快，它都不过 Huracan 给我的那种感觉来的好啦。因为我现在排在第3辆了，所以我可以故意的跟第2辆车子保持一个距离，好过我该像前面那辆绿色的这样子，一直被夹着，要快又快不到，慢又慢不到，这样子刚刚好。OK break。OK 猜，这辆 SUV 来讲，它已经快到无可挑剔了。但是这个 XP Automatic Gearbox 它还是很难来跟 Dual Clutch 比，它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没这么快啊。210、220 break。OK， 有一点挣扎 ，but still OK。OK corner， first corner。OK break。OK go。哇，这个转向真的是快到160，4号牙，3号牙，3号牙，2号牙 ，Go。只要一下哦，就可以追到前面的车了。它没有很快啦，前面的车。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在马来西亚驾 Lamborghini 的机会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从2018年入行以来到2023年，年中我才有机会驾到 Lamborghini， 而且这一次很好，就是直接是这个 Sepang Track 了，直接下赛道，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啦。你看。我本来还在医院呢，昨天就快点 check out 跑出来啊！我不知道下一次在马来西亚驾 Lamborghini 是什么时候了，希望不会等很久了，因为我们说 Super Car Brand 啊，你驾过 Ferrari， 你驾过 Aston Martin、McLaren 都好，你没有驾 Lambo， 你始终觉得少那个拼图好像不完整这样的嘛，少了一块很重要的一个拼图，真的是感谢 Lamborghini Malaysia 感谢 Lamborghini Asia Pacific 他们的这个邀请跟安排，让我可以在自己国家，在自己的主场 Sepang Circuit 这边驾到 Lamborghini Huracan Technica 跟Lamborghini Urus S、Lamborghini Urus Performante。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就慢慢的 cool down 回去我们的这个 pit lane。So 虽然 Lamborghini 刚才我试驾的 Huracan 也好，这个 Urus 也好，它在超跑，在我试驾的超跑里面，它并不是马力数字最高，它也没有什么plug-in hybrid 去 support 它，它甚至不是最贵的 ，OK。但是 Lamborghini 它的这个怎么讲？它的开的年龄层是35岁到45岁而已，就相比较
他的对手来讲，同样一个国家的对手来讲，这个年龄层会相对低很多，所以他们一直以来他们要维持的一种形象就是战斗，整个很像飞行战斗机这样子的一种氛围。我的结论就是Lamborghini 真的是一个，它会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一个品牌它会让人家见了这辆车子过后就不太会去看别的品牌的车子了，因为你喜欢这个 look， 你就是喜欢这个 look 了的。其他比较圆润的造型可能你不满意，它整个就是尖尖 sharp， 然后锋芒毕露这样子，挡也挡不住，就符合某一些人的个性，他们就是喜欢这样子，他很喜欢去展示自己的一切，展示自己的地位，展示自己的身份，展示自己得到的一切，就可以体现在 Lamborghini 身上。喜欢影片记得分享、按赞、订阅、follow 我的 Instagram， 靠 like 加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 2, 1 cut。